他就说，当你完全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希望时，尘世中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这充满你心中的快乐。不是在王权中，不是在天堂中，不是在爱人的陪伴中，而是在摆脱欲望时，人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就是当时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你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希望，那么所谓的尘世间所有的这些快乐，可能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对吧？黄赌毒啊，这些烟酒啊，这些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感到很极致的快乐，都比不上此时此刻你心中的这种快乐。就是说，知道这个东西有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赌场，我们知道很爽，你赢的那一刻，你得到的那一刻，你享受的那一刻，肯定是愉悦无比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它能带来的副作用，或者说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逃避，因为他现实上他找不到成就感，他很空虚，但是在那个世界里他不断的获得成就感。他也许是帝王将军吧，所以我觉得我前面杀猪盘被骗2万欧元没有被白骗，就是那个学费的话是交了，后面有点警惕的。对，应该警惕一些，确实。跟他伴侣在那吵，说我们都在一起10年了啊，然后我现在都没有钱去交电费了，我们在一间房里面住了10年了，我都没钱去交房租了，我想到我妈妈的坟头去哭。结果后来我就想，这车上竟无一人是男儿，也没有人去劝他。后来我就开始心里面在念，有一些像类似于大悲咒之类的经文吧，我希望他能够那个安顿下来啊。然后后来他那么哭了大概总共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反正你还能够听到他的啜泣声嘛，然后后来他好了之后，我那个时候在犹豫嘛，我说实在不行，就他那个哭的声音嘛，那个啜泣争吵的声音，你真的感觉就像人间地狱一样，你感觉恨不得就是下一秒就世界末日，天就要塌了。我说你需要多少钱？如果只是15或者不管是15还是50欧元吧，你把你那个银行卡给我们，银行卡号给我们，我把钱转给你，或者我下车之后我到一个取款机里面去，我把50欧元给你吧。我当时也在想，我之前杀猪盘被骗2万美元，我都跟别人谈笑风生，你这就是15欧元，你这多大点事儿啊？你哭成那个样子啊！结果后来让我很欣慰的是，他后来我就说，那愿神保佑你，愿神保佑你，我就回到我自己座位上去了。晚上10点半，我从实验室里面准备回家嘛，然后我走在街上，后来他突然就是很紧急嘛，我女朋友怀孕了，我得赶紧坐火车去找她，然后现在特别紧急，他手上还拿着一部手机，然后我能不能给他20欧元的现金，然后呢这个手机作为押金嘛，他说明天把这20欧元还给你，他说他有几个孩子，然后孩子都几天没有吃奶粉了，都没钱了。我本来还在犹豫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旁边有2个孩子，估计可能就5岁左右的孩子嘛，然后就是拿着一个桶，然后桶上面有一个那个老外的那种万圣节的一个南瓜的笑脸，就是我看那孩子眼睛很大，特别可爱。后来我最后我就不犹豫了，我就准备掏出钱包嘛，去给2欧元的那个硬币啊。结果就当我准备给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的过来了，一个爱尔兰的一个中年的一个男性嘛，然后开始对着那个妇女，他们可能比你还有钱，用孩子来博取你的同情心，然后这个钱收到了之后呢，他们都会给他们的老板。后来我还是有点感动的，因为我觉得那位路人的话还是很有正义感嘛，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嘛。可能10几年前吧，当时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超市里面，有个商店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可能是一个东北的一个小伙子吧，然后他当时结账的时候嘛，或者说有几个那个就是调皮捣蛋的那种就是青少年吧过去了，然后就不断的去做鬼脸，然后就是说你中国佬，中国人都很神秘的。那哥们儿他就是感觉你是不尊重我们的民族吗？你不是歧视我们华人？然后就过去跟他骂起来了，骂起来之后动了手，然后就反正就是当街被他们给打死了，就打死了，而且警察都不敢管他们。那是极少数的案例，也许是说那么10几年，然后可能100万分之一，那哪怕是说让我片刻能够忘记掉这个东西，我就会。你这个说的很像网瘾，很像打网游打游戏的这种的成因吧，就是他们会在虚拟世界中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然后包括我自己，我也玩游戏，我也知道，当然我很难上瘾啊，我倒希望我对某一个游戏上瘾，因为我觉得可能那样会比较快乐一些。但是我一般玩一玩，我就有点就看透了嘛，就相当于。所以，你说的也没有错，因为都是相通的嘛。那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类似的。可能我们有的人是想逃避，有的人是觉得现实太痛苦了呀，怎么样。但是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伤害这么大，我们明知道这个，对吧？赌博呀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让我们会倾家荡产啊之类的，但我们还愿意去挑战这个东西，去，铤而走险吧，我觉得。而且可能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是少数。为什么人类会是这样的？或者说那些没有这样的人，
那他们是如何自食的呢？自我把控的呢？哎，我觉得是不是说因为有了那个分别心？我想一下，就是我对于像抽烟喝酒这些东西嘛，不恰当。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动画片，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看动画片，那都是有害的，那都是上瘾的，那这个时候你看了一下，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种愧疚？就一旦他告诉你这东西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你想去那种叫偷师禁果的那种欲望吧。然后看的时候发现，哎哇，他动漫里面的那些角色，他让你的那种沉浸感的那种体验嘛，他确实也是能够给人给到一点能量的，就是说，如果是说放下那种对错的那种分别心，我不会认为看动漫，是有什么好或者有什么不好，那我慢慢的我就放下来，我反而不会对动漫来成瘾。哦，你觉得这个东西越有阻碍，我们越要叛逆，是这样一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可能还是源于人内心的不满足吧，就是你也痛苦过，我也痛苦过，对吧？我们可能没有选择去用烟酒或者其他东西麻醉自己。我觉得就是人们对于欲望的这种把控，或者说能不能把欲望这个东西给它就是超越吧。就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不是最可怕的，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很强烈的欲望，他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就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这个欲望当中，然后任由这个东西去抽打他自己。因为我们在得到的那一刻就会有一种快感，而我们就会记住那一瞬间，然后不停的想去重现它，想去重复它。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这种灵性的了解开悟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怎么能去扯到这个东西上，但其实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只不过可能我们之前讲的更多是理论，没有把它应用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层面。所以有的人他就能超越这种欲望，他不会在这种烟酒这些对吧毒品当中去沉沦，无法自拔，或者说你说的那种通过后天的学习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精神寄托，他摆脱掉了这种成瘾性的东西。就他换句话说，他找到了一个另一个快乐，可能更持久的，副作用更小的一种快乐。就是一个人如果掉进欲望当中，他可能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就他只是随着这个欲望让他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心中有一个欲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能让那个欲望去自由生长，甚至凌驾于你自身之上吗？它其实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你说什么？我说欲望肯定不能凌驾于自由之上。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肯定是有选择的，那么你让你的选择成为选择，这本身就是你的能力。但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了，我就是因为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关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同一个寝室的人互相之间的嫉妒或者说一些小矛盾然后就导致这个人就把同学都杀掉了，对吧？就是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去嫉妒他呀，或者说那么的去恨一个人，或者那么的不能控制自己的那个杀人的欲望，对吧？明知道这么做可能是不对的，就是欲望这个东西它有多强大，我们的欲望肯定是拿不出来的，看不到的，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去像每个人过一遍秤一样，你有多少斤的欲望，我有多少吨的欲望，这个是对吧？它不是物质，但是它的力量有多强，我觉得它比物质的力量还要强大。因为很多我看过那种毒品纪录片的采访，就是他说很多吸毒人员实际上生理上的瘾只有1周左右，真正难以断除的，包括吸烟也是一样，真正没有办法断除的是一个永久性的，就是一生的一个瘾，是心瘾，是你内心的这个瘾，它是永久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实际上还是一种抽象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去小看所谓的心灵的力量或者说精神的力量，它其实才是真正的一切力量的核心。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是在表达这些力量而已。你觉得这些比较就是生活比较这种缺乏这种物质条件的人，你去跟他讲，你说我跟你讲讲灵性觉醒吧，你觉得他会听吗？会听的，我告诉你，爱人都会。我一般就是，比如说有人伸手找我要钱嘛，我虽然没钱给他，我真的是我一般兜里也不揣现金的，
然后我对他说一句上帝保佑你，然后他马上他能够感受到那种能量，哪怕是一个瘾君子嘛，也因为这边反正吸毒的真的是反正比国内也要多一些的，就是在街上你看到他那种就是那种空洞的眼神嘛，然后说话有点像醉醺醺的，然后很迟钝，但是特别的谦卑啊，你有没有钱？能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就是那你就知道这种就是吸毒的嘛。但是这个时候我对他说，我说愿神保佑你啊，他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他可能就是状态会好很多。他说他之前曾经是一个瘾君子，然后就是反正吸毒啊，最后被父母赶出家门，然后在流落街头，然后最后花光了所有的钱，然后后来直到就是有一刻嘛，就是有一位传教士嘛，就不断的去对他说我们要皈依基督，皈依耶稣，皈依神，后来他去感受到那种信念嘛，然后最后戒除了自己的毒瘾，所以从此之后他就经常来去做这种志愿者，然后他去宣讲这种圣灵。也有，反正街上都柏林街上，有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那种人，就是拿一个大喇叭，然后去宣讲什么耶稣的福音啊。虽然大部分人都会走过去，也没什么人看，但是呢，他还是就是非常的坚定吧。那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看重精神信仰？就即使他们的生活都已经非常的破碎了，然后对吧，可能都吃不饱穿不暖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虚拟的，它其实是很多人的一场共梦嘛。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就是精神和物质都是同时真实存在的。你可能就是物质低的时候呢，我也许精神很富足呀。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物质满足的相对不是很满足，然后可能精神的需求就显现的更强烈一些？有可能。因为，就是其实按道理的话，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就是基本上一个人他只要不吸毒，他都是能够活得下去的。就是因为他政府一个人一旦是说失业了，政府会发一个月大概1万人民币左右的失业金，而且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也就是他专门会有提供那种住宿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就是爱尔兰外交部旁边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个慈善组织，他们来去给那个就是专门给就是有困难的人，提供的那种做的那么一个酒店，我在那里面去做助理。我当时接触到很多那种，就是反正就是要么是资金出了点问题啊，就是2种，一种是吸毒的，然后第2种是有抑郁症，就是可能自己一时半会儿想不开的，就是那种人，但是他们都超级有礼貌，他知道他在吸毒，然后他也知道他有那个毒瘾，但他同时他知道吸毒是不对的。他也没有拉着我陪他一块儿吸嘛，对吧？而且有时候就是会让之前你要下个楼梯，要借过嘛，都很有礼貌，很客气。就是人他一旦沾染上的那个毒瘾吧，我觉得可能其中有一种就是有一种那种出来的那个办法，就是通过那个信仰。因为反正就是你居然知道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但是我感觉毒品它可能就是相当于底层的，它也许是一种病毒嘛，它把我们这个人他那个大脑里面的那个底层的源代码给修改了一下，然后让他产生的有一种幻觉，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然后让他忘记掉自己是瘾君子，忘记掉他一切的那种就是跟家人之间的，主要是精神上的那种痛苦吧。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啊，但是但他一旦沉迷其中，他就无法自拔，而且毒品那个东西，它会对人就是有那种永久性的那个损伤吧，它会对人的神经还有那个肉体，就是你看他们都那种干干瘦瘦的。对，是那种精神面嘛，对。那你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去吸毒啊？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成瘾性也好，然后副作用也好，然后对生活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对事业的影响，对吧？民生的影响，那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选择吸毒？咱排除那些被迫害的啊，被迫这种的，就是主动选择，包括吸烟也是一样。就是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大家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搞的一个东西，但还愿意去冒这个险去搞它？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啊，逻辑在里面？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毒品它就是或者说精神类的药物吧，稍微说的中性一点，它其实跟原子弹一样，它是不应该来到这个纬度的存在，它是一个来自于第5维度的存在，就是它会产生巨大的那个能量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人他也许你10年的那个寒窗苦读，最后才能够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但是吸毒的话，那直接给他打上那么一针，或者嗦上那么一口，可以让你就是在那2秒钟的时间内产生，就是达到那种就是10年努力才能够达到的那种效果。因为毕竟我没有吸过毒嘛，我只是说通过那些书籍上面的那个来想象出来的，就是他会给他创造出是所有成瘾性的东西都是让人快乐的嘛，让人就是舒服的嘛，这个能理解。就像喝饮料也是让人成瘾，对吧？甜食让人成瘾，这个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毒品或者烟草控制了这么多的人？就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吸这些东西的，对吧？我们都是社会化了之后，然后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去选择接触这些伤害比较大的，但是可能会一时很爽的东西。就是对于这一个社会现象，你觉得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或者怎么样去深度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去掌控着大家，包括很多人控制得很不好，已经被他把生活啊、什么住房啊、就是婚姻啊全部毁灭掉了，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木乃伊一样。那你觉得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从起始点到最终的结局，这包括你说有一些人通过精神信仰摆脱掉了这个东西的迫害和伤害那你就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时收到了有一个广告，打开引号的一个叫什么叫植物式广告的一个邀约吧，是多邻国给的，就是他估计是看到我们双语嘛。好，然后后来我就很感兴趣嘛，他说愿不愿意就是来跟他合作，然后我说可以，然后老外的嘛都是英文的那个邮件哈，然后我就说行，结果后来他发了有一个压缩文件，然后呢他说要签一个什么合同嘛，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推那个多邻国的广告就是让别人订阅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会给我们打一笔那个相当于合作的那个费用，多少钱呢？$5000。我一看$5000，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我频道他妈的3年都挣不了$5000，是不是所有的视频加起来3年一块的什么？你不可能发一条视频就$5000嘛？他说就是只要给他签了合同之后，就给$2500的定金，然后后面把视频发上去了的话，再给$2500的定金美元啊。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开始怀疑。然后第三的话，那个压缩帮嘛，因为之前有的博主就那个老动乌托邦那位小姐姐，她说她收到。他之前那个号被盗了100多万的那个订阅的号码被盗了，就是因为就是他那个邮箱里面点开了有一个什么文件吧，然后就盗什么。好，然后后来我再仔细一瞧嘛，我发现他给我发那个邮箱，他不是多邻国，他是多邻国，然后一杠在什么 team.com， 对吧？一杠那个什么团队，那肯定是个人他都可以搞一个那种出来嘛。对，主要就是他那个对。就是，所以我觉得我前面杀猪盘被骗2万欧元，没有被白骗，就是那个至少那学费的话是交了，后面有点警惕的，对，应该警惕一些，确实，还是然后我谨慎点吧，因为哎呀，现在就是网络骗子这个成本太低了，就是病毒啊什么的一些，哎呀。还是防着点吧，多上网搜一搜类似的这种，轻易不能。你说，对，你说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慢慢进入正题了，因为灵感来了，就是什么呢？我在2周前嘛，我当时坐长途车100多公里，我到都柏林去，然后呢，那个长途车上头，就是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有人在争吵嘛。好像是一个，我先以为是一个大概可能14岁的一个小男孩的一个声音，就是反正用英语嘛，那种爱尔兰口音的那种，就是英语还是很软，听起来很轻柔嘛，但实际上他是就是哪怕是骂人的话，你也感觉他说的那个声音很软很轻柔，反正就是跟他的一个同伴嘛，说你还我15欧元那明明就是我的钱，你把我15欧元骗去了，你居然不还给我。后来就是那么吵了有20分钟嘛，整个车都很安静，就是他那个声音一直都很大。好，结果后来司机嘛，就是他走过来还直接司机就广播嘛，说如果你再发出声音的话，我会把你请下去，我会把你请下车去。
但是他还在那里那个说就是在那里说嘛，然后我就回头去看他，我发现他不是一个小男孩，实际上是一个大概20-30岁左右的一位女性吧，但是他可能就是看他面相的话，应该是生活还过得有点艰苦的那种女性吧，然后他可能他也许是跟他男朋友或者跟他伴侣在那吵，说我们都在一起10年了。然后我现在都没有钱去交电费了，我们在一间房里面住了10年了，我都没钱去交房租了，我现在我想到我妈妈的坟头去哭，我到妈妈的坟头去哭，你骗了我的钱，这连15欧元你都不还给我，连15欧元你都不肯给我，我刚忘记是15还是50吧，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想，这车上竟无一人是男儿，也没有人去劝他，也没有人其他的，不是之前我们在国内听说欧洲人素质都很高吗？对吧？不是说欧洲人这个时候都很乡里乡亲的吗？怎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劝他呀？然后后来我就想，那我要不去劝一下他，让他别哭了。但是后来还拉不下那个脸嘛，还比较害羞，比较害羞。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心里面在念。有一些像类似于大悲咒之类的经文吧，我希望他能够那个安顿下来，然后后来他那么哭了大概总共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反正你还能够听到他的啜泣声嘛，然后后来他好了之后，我那个时候在犹豫嘛，我说实在不行，他搞得好像就是他那个哭的声音嘛，那个啜泣争吵的声音，你真的感觉就像人间地狱一样，你感觉恨不得就是下一秒就世界末日，天就要塌了。当然他不是那种很愤怒，他那种很伤心的声音，他能够感染到你。好，结果后来我又过了大概10几分钟，快安静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需要多少钱？如果只是15或者不管是15还是50欧元吧，你把你那个银行卡给我，银行卡号给我嘛，我把钱转给你，或者我下车之后我到一个取款机里面去，我把50欧元给你吧。因为我当时也在想，我之前杀猪盘被骗2万美元，我都跟别人谈笑风生，你这就是15欧元，你这多大点事儿啊？你哭成那个样子。好，结果后来让我很欣慰的是，他说他说不用，他说很谢谢，他说他只是想那个男的把钱还给他，然后他说他现在好了，后来我就说那愿神保佑你，愿神保佑你，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对，因为我之前有上期吧，听到你跟Jenny嘛，Jenny不是说嘛，说因为在国外还是有一些瘾君子嘛，有一些流浪汉或者有的女流浪汉，伸手去管你要钱的。然后这个事情我经历过好几次。我先说，就是我刚来爱尔兰的时候有一次，然后那哥们儿他也不是流浪汉，估计是30多岁左右，有一点点胖胖的一个年轻人吧。然后他就是当时我在晚上10点半，我从实验室里面准备回家嘛，然后我走在街上，后来他突然就是很紧急嘛，我女朋友怀孕了，我得赶紧坐火车去找她，然后现在特别紧急，他手上还拿着一部手机，他说他要把那个手机给我，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20欧元的现金，然后呢这个手机作为押金嘛，他说明天把这20欧元还给你。然后后来我说我看他那么真诚，我说我不要你的押金，我去看一下我有没有吧。结果后来我钱包里面只有50欧元嘛，我那个时候刚想准备换钱，他直接把50欧元拿去了之后，然后他说我现在特别紧急，不像紧急这个，我明天肯定会给你打电话。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存着了嘛。然后他对我说，他说那个就是明天肯定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约定到一个什么公园，然后把那50欧元还给我，然后后来他还说他是英国人，是北爱尔兰的首府叫贝尔法斯特的那个城市，他说他是那里人，他要坐火车回那里去，后来因为我刚刚到那个城市旅游过嘛，对他印象很好，而且之前也没怎么认识英国人，觉得英国人那挺绅士的嘛。就后来他临走之前，他还吻了一下我的那个手背，像那种英国人啊，太感谢你了啊！结果后来过了1天之后，果然没有打电话，那个钱我也不知道他电话号码嘛，反正就是那50欧元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但是后来我也宽恕自己嘛，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万一要是他真的就他女朋友怀孕了，就实在不行，那人命关天的事情，那你要是假的话，那了不起也只是被骗了50欧元嘛。但是要是真的话呢，
那你就救了你就救人一命了嘛，对吧？对。那你还是很单纯的嘛？对，因为，对，哎，反正一般就是老外大部分还是比较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越是像农村的老外稍微单纯一些，但是呢，像那个大城市啊，那市中心啊，那种什么样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那可能就是会稍微的乱一点点。当然这个乱的话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打砸抢的那种的，只是说就是人的话，你可能有一些他顽皮啊、狡猾呀，对，然后所以就是另外就是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也有一次，我当时就是在都柏林的火车站嘛，就是准备回去的时候，然后突然又是有一位妇女，也许是35岁左右吧，她就是愁容满面，她拦着我问我有没有5欧元。能不能给他点钱？他说他有几个孩子，然后孩子都几天没有吃奶粉呢，都没钱呢，能不能给？然后后来我钱包里面有15欧元嘛，但是那个时候我创业，其实我本身也是一直在吃老本，也不是很宽裕嘛。然后后来但是我还是把5欧元我给了他，我看他都就是因为你看他那个表情，我还是就是有那种慈悲之心嘛，我有恻隐之心。好，然后后来他问我，他就有点得寸进尺嘛，他问能不能15欧元都给他，然后我说那不行，因为之前那个教训不是吸取了吗？本来准备给人家20欧元的，他看到我只有50欧元，结果拿去都不，我说我都要吃饭，对不对？我可能1个星期我去买菜的话，自己做饭，我每天都吃素的，我只花20欧元，现在你还管我要15欧元，这对我来说这差不多1个星期的饭钱啊。对吧？然后后来我这一次我知道保持边界感了嘛，后来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好，后来又过了1周左右吧，那个时候是快到万圣节，然后我又到稍微靠近市中心一点的地方，又是类似的，另外有一个妇女，她们都是那种东欧人的那种长相嘛，东欧人的那种面相啊，然后但是那位妇女她还有点特点，戴着头巾，有点像新疆人。就是反正就是像新疆人，然后穿着那种就是有点那种少数民族的服装吧。好，然后他又管我要钱，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是一般你遇到乞丐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乞丐嘛，反正就是你在街上遇到像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给他一点的话，哪怕是给他1块2块，他都会很开心，然后都会走了嘛。但如果不给的话，他总是那样子，就是反正就愁容满面的，然后跟着你，然后我也感觉就是心里面有点不自在嘛。好，后来我本来还在犹豫的时候，然后后来他旁边有2个孩子，估计可能就5岁左右的孩子嘛，然后就是拿着一个桶，然后桶上面有一个那个老外的那种万圣节的一个南瓜的笑脸。对吧？然后就是拿着那个桶，然后就是我看那孩子眼睛很大，特别可爱。后来我最后我就不犹豫了，我就准备掏出钱包嘛，去给2欧元的那个硬币。好，结果就当我准备给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的过来了，一个爱尔兰的一个中年的一个男性嘛，然后开始对着那个妇女，就是找我要钱的那个妇女，开始对他骂，说你为什么每天都在这里骚扰每一个人？你每一个路过行走的人，你怎么总是来骚扰他们？后来人家心虚嘛，后来那妇女跟那孩子马上他们就溜了嘛。后来那个男的还是就是在后面就是扯着嗓子嘛，就骂他以后再也永远都不要当了，你来了。其实他只是一位路人甲，然后他就对我说嘛，他说其实就是欧洲他们其实就是那种就是职业的那个。那有组织的行乞职业乞讨，然后他们可能比你还有钱，对吧？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利用孩子，就是看准了你的这个弱点嘛，就是用孩子来博取你的同情心，然后这个钱收到了之后呢，他们都会给他们的老板，然后他们老板的话都是反正就是天天吃福利，躺在家里面啥活也不干，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那种人吧。后来我还是有点感动的，因为我觉得那位路人的话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嘛，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嘛。然后他站出来了，这么那个去说，我觉得这还是爱尔兰人稍微淳朴的一面。然后他说他们是那个吉普赛人，当然这一段我会掐掉。我认识也有好的吉普赛人，但是吉普赛人他相当于是那种就是欧洲的那种
边缘民族吧，就是反正也孩子也没有送到学校去，然后他们自己就是你根据古代的说法，他们因为是那个外来民族，他们没法拥有自己的土地，然后呢就是职业是给人家算命，给人家那个占卜为生嘛。然后再就是他们说话的那个口音很不一样，然后跟那个其他的主流的那个主体民族，通常都是互相都不怎么来往嘛，他们都住在那个大篷车里面，那是以前的，现在的好了，就现在爱尔兰它政府有那种专项的基金来去帮助他们的那些孩子，对，然后不过呢，我也听说就是有点危险的，就是如果你得罪了一个吉普赛人，那他会把他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都过来，他跟你那个就是相当于他会来那个就是跟你那个反正就是跟你讨个说法吧，对，所以他们还比较团结啊。对，然后所以就类似的嘛，也是有一次就是听说，大概是可能10几年前吧，当时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超市里面，有个商店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可能是一个东北的一个小伙子吧，然后他当时结账的时候嘛，突然有几个吉普赛人过来了，反正就是或者说有几个那个就是调皮捣蛋的那种就是青少年吧，就过去了，然后就不断的去对着他做鬼脸，然后就是说，哎，你中国中国人都很神秘的，亲穷，就是总是说那些东西嘛。好，然后呢，那哥们儿他就是感觉你是不尊重我们的民族吗？你不是歧视我们华人？然后就过去跟他骂起来了，骂起来之后动了手，然后就反正就是当街被他们给打死了，就打死，而且警察都不敢管他们，警察都不敢那个管。然后那是极少数的案例，也许是说那么10几年，然后可能100万分之一，大部分都不会有遇到。但是我切身我确实是遇到过几次那种，就是在街上会有一些不是吉普赛人，就正常的那种爱尔兰的那白人那小孩嘛，可能初中生，然后就是看到你之后，然后就是会让就是大喊大叫嘛，就是一呼一乍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通常我都会哈，他们向我打招呼嘛，我也跟他们打招呼啊，你好，怎么样？然后后来甚至有一次的话，我直接对他们说其实我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们就是态度180度大转弯，哇，你是 YouTuber， 你的频道叫什么名字？然后总共5个小孩都掏出手机都订阅我的频道，都订阅了我们的频道，觉得你很酷，对，这是他们比较崇拜的东西。对，而且因为他们虽然个子的话就是长得有的还比我还高，但是因为他那个心智嘛，其实还是小孩的那种心智，所以说他那个情绪反应还是比较激烈的。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跟他对抗，啊，你歧视我，你这个小屁孩，小逼崽子，你怎么能歧视我？那他可能他就动手打起来。但是如果我跟他那个就是安抚吧，那就会就是相当于也不是说化敌为友吧，就是你会把就是相当于就是结了一个善缘嘛，对吗？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对。所以你觉得这些比较就是生活比较这种缺乏这种物质条件的人，你去跟他讲，你说我跟你讲灵性觉醒嘛，你觉得他会听吗？会听的，我告诉你，爱尔兰都会。一般就是，比如有人伸手找我要钱嘛，我虽然没钱给他，我真的是我一般兜里也不揣现金的，然后我对他说一句上帝保佑你，然后他马上他能够感受到那种能量，哪怕是一个瘾君子嘛，也因为这边反正吸毒的真的是反正比国内也要多一些的，就是在街上你看到他那种就是那种空洞的眼神嘛，然后说话有点像醉醺醺的，然后很迟钝，但是特别的谦卑啊！你有没有钱？能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就是那你就知道这种就是吸毒的嘛。但是这个时候我对他说，我说愿神保佑你啊！他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他可能就是状态会好很多。对，你的意思是他们很在乎精神信仰？对啊，我有一次在都柏林的那个市中心嘛，然后看到了有一位，反
反正就是有一位可能牙齿都有点掉的一位中年人，因为一般就是那种可能日子过得不太好的人，他可能牙口也不太好啊。然后他在那里宣讲基督教嘛，他说他之前曾经是一个瘾君子，然后就是反正吸毒啊，最后被父母赶出家门，然后再流落街头，然后最后花光了所有的钱，然后后来知道就是有一刻嘛，就是有一位传教士嘛。就是不断的去对他说，我们要皈依基督，皈依耶稣，皈依神，后来他去感受到那种信念嘛，然后最后戒除了自己的毒瘾，所以从此之后他就经常来去做这种志愿者嘛，然后他去宣讲这种圣灵。也有，反正街上杜柏林街上，有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那种人，就是拿一个大喇叭，然后去宣讲什么耶稣的福音啊。虽然大部分人都会走过去，也没什么人看，但是呢，他还是就是非常的坚定吧，非常的坚定，也会对着那个马路，对着那个就是行走的人群，他会去讲我们讲耶稣是什么样的，然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看重精神信仰？就即使他们的生活都已经非常的破碎了，然后对吧，可能都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他们为什么这么看重精神信仰？因为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虚拟的，它其实是很多人的一场共梦嘛。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就是精神和物质都是同时真实存在的。然后你可能就是物质低的时候呢，我也许精神很富足呀。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物质满足的相对不是很满足，然后可能精神的需求就显现的更强烈一些呢？有可能，因为就是其实按道理的话，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就是基本上一个人他只要不吸毒，他都是能够活得下去的。就是因为他政府一个人一旦是说失业了，政府会发一个月大概1万人民币左右的失业金，而且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也就是他专门会有提供那种住宿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就是爱尔兰外交部旁边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个慈善组织，他们来去给那个就是专门给就是有困难的人提供的那种就是宿舍的做的那么一个酒店，我在那里面去做助理。然后我当时接触到很多那种就是反正就是要么是资金出了点问题啊，就是2种，一种是吸毒的，然后第2种是有抑郁症，就是可能自己一时半会儿想不开的，就是那种人，但是他们都超级有礼貌，超级有都也不是超级有礼貌，他知道他在吸毒，然后他也知道他有那个毒瘾，但是他同时他知道吸毒是不对的。他也没有拉着我陪他一块儿吸嘛，对吧？而且有时候就是会让之间你要下个楼梯，要接过嘛，都很有礼貌，很客气，而且比较谦卑吧，就是会说请啊、谢谢啊，那些就是，但是就是人他一旦沾染上的那个毒瘾吧，我觉得可能其中有一种就是有一种那种出来的那个办法，就是通过那个信仰，因为反正就是你居然知道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我感觉毒品它可能就是相当于底层的，它也许是一种病毒嘛，它把我们这个人他那个大脑里面的那个底层的源代码给修改了一下，然后让它产生的有一种幻觉置换，然后他会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然后让他忘记掉自己是瘾君子，忘记掉他一切的那种就是跟家人之间的。或者主要是精神上的那种痛苦吧，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但是一旦然后给他带来很多那种满足感，但他一旦沉迷其中了之后呢，他就无法自拔，而且毒品那个东西它会对人就是有那种永久性的那个损伤吧，它会对人的神经还有那个肉体，就是你看他们都是那种干干瘦瘦的。
对，副作用就是那种精神面貌。对，哎，国内吸毒的人多吗？或者你有听你身边有你有遇到？应该没有国外管的那么松吧，就是国内应该是控制的比较严格，但是应该还是有啊。像你说，很多人就很瘦啊，然后一看就不是很健康。那你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去吸毒啊？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成瘾性也好，然后副作用也好，然后对生活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对事业的影响，对吧？民生的影响，那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去选择吸毒？咱排除那些被迫害的啊，被迫这种的，就是主动选择，包括吸烟也是一样。就是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大家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搞的一个东西，但还愿意去冒这个险去搞它？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啊，逻辑在里面？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毒品它是就是或者说精神类的药物吧，稍微说的中性一点，它其实跟原子弹一样，它是不应该来到这个纬度的存在，它是一个来自于第5纬度的存在，就是它会产生巨大的那个能量，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人他也许你10年的那个寒窗苦读，最后才能够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但是吸毒的话，那直接给他打上那么一针，或者缩上那么一口，可以让你就是在那么2秒钟的时间内产生，就是达到那种就10年努力才能够达到的那种效果，而且会给他创造，我也不是，因为毕竟我没有吸过毒嘛，我只是说通过那些书籍上面的那个来想象出来的，就是他会给他创造出是。所有成瘾性的东西都是让人快乐的嘛，让人就舒服的嘛，这个能理解。就像喝饮料也是让人成瘾，对吧？甜食让人成瘾，这个能理解。我也是，我现在减肥我就感觉不好减，有的时候想吃点甜的，喝点甜的，这个其实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毒品或者说烟草控制了这么多的人？就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吸这些东西的，对吧？我们都是社会化了之后，然后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去选择接触这些伤害比较大的，但是可能会一时很爽的东西。就是对于这一个社会现象，你觉得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或者怎么样去深度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去掌控着大家，包括很多人控制的很不好，已经被他把生活啊、什么住房啊、就是婚姻啊，全部毁灭掉了，到最后就是一个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木乃伊一样。那你觉得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从起始点到最终的结局，这包括你说有一些人通过精神信仰摆脱掉了这个东西的迫害和伤害那你就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了那个毒品之后，他那种身体上带来的愉悦感，或者说我不知道，也许毒品它有不同种类的吧，其中有一种类它是相当于致幻，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是这样，我觉得问题不是说在于毒品或者说烟酒这个东西本身有多么的美妙啊，或者多么的爽，这个我们觉得我没法去讨论。就是说知道这个东西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赌场吧，或者赌博，我们知道很爽，你赢的那一刻，你得到的那一刻，你享受的那一刻，肯定是愉悦无比的，对吧？肯定不是你看一个电视剧、看场电影能去媲美的。但是我们都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它能带来的副作用，或者说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对吧？就是我们都明知道这些代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会去沾这个烟啊、酒啊、毒啊？一系列包括有一些可能跟犯罪有关系的东西了啊，对，我们都知道一些明星塌房了，是一些，对吧？可能嫖娼啦，可能，迷奸啦之类的，就这些所有禁忌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应该是逃避，想逃避现实，因为他现实上他找不到成就感，他很空虚，但是在那个世界里，他不断的获得成就感，他就是一种特别，他也许是帝王将军吧，就是他在那个创造出来的那种幻象的世界里面。所以那与其我现在又回到这种我是一个 loser 的现实世界，或者充满了自责与悔恨，那还不如那哪怕是说让我片刻能够忘记掉这个东西，我就会我就会沉迷于它。你这个说的很像网瘾，很像打网游打游戏的这种的成因吧，就是他们会在虚拟世界中找到成就感啊价值感。然后包括我自己，我也玩游戏，我也知道，当然我很难上瘾啊，我倒希望我对某一个游戏上瘾，因为我觉得可能那样会比较快乐一些。但是我一般玩一玩，我就有点就看透了嘛，就相当于，所以你说的也没有错，因为都是相通的嘛。那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类似的，包括网瘾这东西也不好戒，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有的人是想逃避，有的人是觉得现实太痛苦了呀。怎么样？但是其实所有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再思考一下，你想想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伤害这么大，我们明知道这个，对吧？赌博呀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让我们会倾家荡产啊之类的，但我们还愿意去挑战这个东西，去，铤而走险吧，我觉得，而且可能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是少数。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为什么人类会是这样的？或者说那些没有这样的人，那他们是如何自持的呢？自我把控的呢？又如何做到的？我觉得是不是说因为有了那个分别心？你看。像我基本上是，我想一下，就是我对于像抽烟喝酒这些东西嘛，当然我觉得说抽烟喝酒的话不恰当，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动画片，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看动画片或者看日本动漫吧，那都是有害的，那都是上瘾的，那都是不好的。好，那这个时候你看了一下，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种愧疚？但是有了，就是一旦他告诉你这东西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你想去那种叫偷师禁果的那种欲望吧，然后看了之后发现，哇，他动漫里面的那些角色，他让你的那种沉浸感的那种体验嘛，他确实也是能够给人给到一点能量的，但是如果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是说放下那种对错的那种分别心，我不会认为看动漫，是有什么好或者有什么不好，那我慢慢的我就放下来，我也许我反而不会对那个动漫来成瘾。你觉得这个东西越有阻碍，我们越要叛逆，是这样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可能还是源于人内心的不满足吧。就是你也痛苦过，我也痛苦过，对吧？我们可能没有选择去用烟酒啊或者其他东西去麻醉自己。首先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再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们对于欲望的这种把控，或者说能不能把欲望这个东西给它就是超越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不是最可怕的，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很强烈的欲望，他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或者说是超越的能力，就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这个欲望当中，然后任由这个东西去抽打他自己。就比如说赌博这个东西其实肯定是很上瘾的，我都不用想，就是比如说你刮一个彩票刮刮乐都是容易上瘾的，因为我们在得到的那一刻就会有一种快感，而我们就会记住那一瞬间，然后不停的想去重现它，想去重复它，对吧？重复去体验。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这种灵性的了解、开悟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怎么能去扯到这个东西上？但其实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可能我们之前讲的更多是理论，没有把它应用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层面。因为我今天吧还看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之前发给你那个公众号里面那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到了，我看一下啊，不是这一期的，上一期的，他提到了一个快乐的问题，我找找啊，不知道找不到了，看一下他之前发的，大概讲的是什么啊？就是上一期昨天发的啊，昨天的，就他最近总在分享这些短剧嘛，然后他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是一个叫做瓦西斯塔瑜伽的这样一本一个作品的一个文学作品的里边一句话吧，也是跟开悟有关的啊。他就说，当你完全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希望时，尘世中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这充满你心中的快乐。不是在王权中，不是在天堂中，不是在爱人的陪伴中，而是在摆脱欲望时，人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就是当时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你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希望，那么所谓的尘世间所有的这些快乐，可能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对吧，黄赌毒啊，这些烟酒啊，这些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感到很极致的快乐，都比不上此时此刻你心中的这种快乐。就是你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所有的希望。然后我就在想，跟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很多人沉寂在这种毒品当中不能自拔吧，就是我觉得有点关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当中，对吧？本质上它其实也是一种欲望。就比如说我们对甜品的欲望，对于任何的这种网游啊这种所有让我们快乐的这种东西，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想让自己得到满足感的一种欲望。但是这个欲望和我们自身，或者说和这个精神本身，它俩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是完全是一致的东西，或者说它是完全是一个相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精神是可以超越或者说凌驾于这个欲望之上的。它俩不完全是一个相同的东西。所以有的人他就能超越这种欲望，他不会在这种烟酒这些，对吧，毒品当中去沉沦，无法自拔，或者说你说的那种通过后天的学习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更有力量的一个精神寄托，他摆脱掉了这种成瘾性的东西。就他换句话说，他找到了一个另一个快乐，可能更持久的，副作用更小的一种快乐。就是一个人如果掉进欲望当中，他可能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就他只是随着这个欲望让他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自制力吧，其实源于一个人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欲望和精神本体的这种界限感，就是你要有分得清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心中有一个欲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能让那个欲望去自由生长，甚至凌驾于你自身之上吗？它其实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你说什么？我说欲望肯定不能凌驾于自由之上。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肯定是有选择的，那么你让你的选择成为选择，这本身就是你的能力。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了，我就是因为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关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同一个寝室的人互相之间的嫉妒啊，或者说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就导致这个人就把同学都杀掉了，对吧？就是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去嫉妒他呀，或者说那么的去恨一个人，或者那么的不能控制自己的那个杀人的欲望，对吧？明知道这么做可能是不对的，可能会后悔，毁掉了他的一生，也毁掉了我的一生，就是他们还都是高材生。就是欲望这个东西它有多强大，我们的欲望肯定是拿不出来的，看不到的，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去像每个人过一遍秤一样，哎，你有多少斤的欲望，我有多少吨的欲望，这个是对吧？它不是物质的，但是它的力量有多强？我觉得它比物质的力量还要强大。因为很多我看过那种毒品纪录片的采访，就是他说很多吸毒人员实际上生理上的瘾只有1周左右。真正难以断除的，包括吸烟也是一样，真正没有办法断除的是一个永久性的，就是一生的一个瘾，是心瘾，是你内心的这个瘾，它是永久的。喂，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它本质上是一种还是一种抽象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去小看所谓的心灵的力量，或者说精神的力量，它其实才是真正的一切力量的核心。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是在表达这些力量而已。这个要到时间了，我们重开一下。还有20秒。我刚刚正在深度的思考。行，对，你多思考思考。好，那我再来。对，你重开一下吧，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对，你现在就开始录了吧？对，就是多录一份也是好的嘛，总比我们没录强，对吧？对，你那边也平时尽量也是，对，你能录音的话，尽量也都备份一份，万一我这边没。我备份的还有6个小时都没有剪，就是还是你可以挑一挑，有时候一些有意思的你剪出来，对，也不用都剪，我觉得节选一些就可以。可以把一些花絮放在后面，就是比如插科打诨啊、开玩笑的那些放到后面，然后把最精彩的对放到前面，咱也提升一些质量嘛，就是要不然现在涨粉我感觉它涨得都慢了都。涨到了13800还可以。对，之前我看涨得挺快的，我每次点进去我看到涨一点，每次点进去涨一点，就是，但是整体还是在上升的，还挺好。这个也挺不容易做的，我感觉，因为这些题材吧，就是确实，感兴趣的人他不是特别多，我感觉，因为我看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那个都好几十万的播放量都是那种，然后慢慢来吧，这个，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确实少，我觉得，但是聊别的我们也可以尝试尝试，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弄。我觉得是，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我能够做到的呢，就是在剪那个视频的时候，首先它的标题嘛，我发现就是现在他们都是长标题，比如我们这一段40分钟。其实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会聊到什么东西，最后都是自由发挥嘛。好，然后可能就是40分钟聊了有3或者5个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你上次那一期，你聊到了那个叫死亡竞走吧，还有饥饿游戏，还有那个还聊了独处的意义，还是然后Neo他说人都像丧尸一样，对吧？然后我就把那些东西就每一个啊，就是真相原来并不存在，独处的意义是什么？你独处会让你感到恐惧吗？
我们其实都在被温柔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就相当于我把这一长串的那个主题加到标题里面去，那样子的话会增加它的概率。然后第二的话，我能做到的就是，比如我先会把那个视频2倍速听一遍，然后听的时候呢，我发现中间有一些，可能在第3分钟、第12分钟、第25分钟、第37分钟各有一处高冷的片段嘛，然后我就把那片段剪起来，给挑出来，然后呢拼到最前面，就是把最精彩、最那个高潮的部分，把它放到那个开头的2分钟，然后相当于也整一个预告嘛。是，我觉得你这些方法都挺好的。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就是总是跑来跑去的，不是很专注于一个话题，有没有可能观众会觉得就是说质量不是说特别的高啊？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每一期我们去定一个主题，然后围绕它，咱不是说100%去讲它吧，但至少有个7、8成的这种要不然你说就是感觉有点太散了。我觉得也倒不是说我们这么聊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从听众的角度来讲，会不会觉得这个就太随意了，有点他们可能会失去兴趣，我是这么觉得。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出镜。我后面就是就是有2点吧，就是第一个的话，那个就是比如说我还可以，就是我先比如你跟 Neo 录了什么然后把音频发给我之后，我先听一遍嘛，听了之后呢，然后我再直接出镜，也大概可以，然后我出镜大概聊个3分钟，总结就是你想知道你读书会让你感到恐惧吗？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2天不看朋友圈，或者你像一个主持一样也可以，就是一段之后你就可以总结一下啊，或者聊一聊你的想法啊，然后你说接下来我们看谁谁谁他是怎么样表达的，怎么样说的，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去搞的就像一个比较对吧，稍微精致一点的一个节目吧，就是因为你想，如果像老高这种，他一期就讲一个主题嘛，那如果说观众点进去一看啊，这期讲的是一个什么感兴趣的主题，然后结果就讲一些东的西的那种，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失望，对，但不一定在评论区表达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得稍微有一点这种，就是有点这个规矩吧，就是要不然我觉得可能会让观众有点失望。就是你写的是一个主题，我很吸引我点进来之后，结果发现80%在扯别的，那我可能就会有点这种，对吧？就有点像没有啊，我现在都没有那个标题党了，我基本上视频讲的是什么，我标题上的就写什么。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主题稍微明确一点，这样我觉得是不是能更吸引一些？因为我们做了也快有1年了嘛，我觉得可以就是在不断的去优化，现在就是还得往上提升这个质量，包括你刚才说那些形式，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只要在探索当中就是好的，要不然你这个播放率啊，肯定要是说永远不变的话，或者就一直这样去吃老本的话，没有创新，没有一些，对吧？我觉得就可能很难再往起提升了，就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上次 Jenny 她不是把你聊的有一些那个内容，就是做成那个30秒到50秒的那个视频嘛，然后她剪起来放到她那个频道里面去，能引流，对，大概有1000多的也不是有1000多的播放量，或者少的也有好几百。我觉得而且那个可以引流，然后肯定就是基础还得是咱们长篇的这种的长视频，比较这种，对吧？短的引流的我觉得你可以做，就是他可能点进去会看到啊，你是做这个信息，你跟江湖姐很像，然后就先把你这个广告打出去嘛，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就是短的就相当于短小精悍嘛，可以快速的吸引人的这个注意力，包括平台可能的推流机制都会好一些。然后再看你的这个大部队的东西，就是这些长篇的这些东西，成体系的东西，我也是。
所以咱们长篇这个肯定还要坚持下去，我觉得就是就越做越好吧。今年也要过去了，我觉得总结总结，我们再提升提升吧。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们和江湖姐的差距就是在于她的肯定是咱说嘉宾更高能了，这个没办法。然后再就是她的形式啊，她的这个重点啊，各方面可能把握的能相对更好一些吧，可能就是对吧？就更精炼一些，然后直奔主题。所以很多她的那种灵性的宗教方面的观众可能就比较对吧？你也看到播放量和订阅量了，我们就先向他学习学习，稍微。对，因为我特别希望你也达到江湖姐的那个数量级，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哇，那太有成就感了。我看看能不能邀请，就是上次吹姐，看其实好久都想找他其实很高冷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处理体验的那些东西。有点不方便说嘛，就不是没有方便，就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找到机号说，没有找到机会说。对，我跟他留言，我看他现在有没有空。好，你跟他说，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随着你的订阅量的增加，比如说你达到2万、3万、4万之后，那么愿意来加入你这个频道去跟你聊的、跟你分享的这个嘉宾也会越来越多，而且质量肯定会越来越高。这个东西其实也取决于你的一个基础。对吧？就是那你邀请一个嘉宾怎么样，一个朋友，他一听说哇，你这个订阅量有5万，单个播放量每个都是好几千上万的播放量，那他肯定会更感兴趣，对不对？就是他这个是个良性循环。就像江湖姐现在他可能他收的邮件每天都非常多，然后他就可以去挑选他想要的嘉宾。对。他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做起来了，但是肯定也是从一开始一点一滴去做起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吧，就是你可以去学习别人嘛，然后一点点来，你这边频道也会越来越丰富，因为前期就我们这几个人肯定是咱说能量有限，能力也有限，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小小的提升，就跟你之前的那些内容比有提升，我觉得就算很好，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了吧，相当于。对，其实有一些话题一直都不敢说，就包括我跟你有聊的呀，比如说之前聊那个就是日军侵华的那些话题，当然日本肯定是在有侵华，然后历史的话我现在点到为止了，反正就是像有一些东西争议性有点大的，我都没有放，我现在都没放。然后第二的话，也有很多掉粉啊、黑粉这种，那倒不会，不要影响到别人也行。我觉得就是立场的东西的话，每个人都有，你也很难说谁对谁错吧，所以就还是尽量保住我们现有的这个订阅吧。订阅的话，它不会，订阅它不会要一直在更嘛，它不会掉的。我觉得这一次的话，主要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短暂的断更过半个月。那个时候在复习准备面试嘛，找工作。你一旦断更了，然后你再续上来，那就不会有之前那么高的那个流量。幸亏是有那位就是叫易如，好像是那位观众吧，他在不断的催更，他就在我们流量低谷的时候，来催更，怎么还不发呀？说了下周要发的。好，然后后来我特别感动，我感动还是有人看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到流量就是已经有一点低了嘛，就之前的话还能达到大概500到1000的，但是后来我再续上来了之后，是什么？观众的心理的原因，还是平台的推流机制原因呢？这东西就像，我觉得它是一个习惯的原因，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博主，然后那几期那个视频都还可以吧，好，然后看着，哎，突然。你要知道，我本来是2天一更的，然后来改成2周一更。那他肯定的，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就看别人去了嘛。他一旦看别人，就是相当于他就是那个习惯养成和改变之后，你找回来，那就那啥了一些。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之前之所以能够有几千的流量，就是那是因为平台它至少推了有大概1万或者2万部的那个手机。或者1万到2万次吧，
就是你看上午一次看到了，下午又一次，它就算2次嘛。好，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每次可能就只有2000，就是他推2000部的那个展示，然后我可能就有个几百的观看量。那你这些在后台都是能看到的。对啊。再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同一期我们邀请了不同的嘉宾，聊了不同的话题，那最好还是你为了稳妥一下的话，一定要把它混着播。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找了胡导，找了 Jenny， 也找了 Neil， 对吧？那像我之前的话，那我就这一周就是专门做那个 Jenny 的专题呢，然后就专门来跟那个聊那个 Jenny 的话题。结果你第1、第2、第3、第4、第5期，就像看《还珠格格》第1部、第2部，我们都熟了嘛，就是跟什么，然后后来第3部那个除了尔康以外，别的都换人演了。那哪怕他换的那个演员也很优秀，像比如黄晓明，他不演萧剑嘛，但是别人就是就像家有儿女或者第3部换人了，他是这种感觉。而且再就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也不是原因，是一个现象。其实灵性的话，你要说来说去，其实就是那么大概5点吧，大概。然后就是因为别人喜欢他们，再就是他露脸了，别人养成了听他的那个习惯之后，后来他每一期的话有100多万的播放量，就是所有的那些观众来就是最后你听来听去，你发现他其实就是在不断的炒现饭，但是别人就是喜欢身旁有一个声音，就是有一个情感需求吧，有那么一个声音在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不断的在跟他说话，对，所以这个东西的积累，就是得有自己的粉丝，确实是这样。就是你不可能一个视频就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可能听久了听多了就成老朋友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部分的播放量的一个原因，就是会有一些，对吧？所谓的这种粉丝效应，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粉丝的话，虽然基数少，但是很稳定，就是每一期的视频都有好几十位，他看到最后。他不是说看到中间或者有了新的人加进来偶尔看一下，他是每一期他都看到最后，甚至我们那次发的那个13小时的11小时的那个出题访谈录的那个集合嘛，都有人看到最后的。对，我觉得你定期做个这种大集合挺好的，挺有意义的。而且平台肯定是看你的更新速度、播放效果，然后等一系列的参数，会去给你增加推流，对吧？就是你肯定你的效果越好，他给你推的就越狠，它是一个正向反馈。所以，对呀，可能你现在就是说跟江湖姐比的话，咱们就是显得稍微弱一点，咱也不能跟老高去比。但是你要是说跟其他这些新起步的新手的话，1、2年的来比的话，还是算平台比较照顾你的，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像你说的比较关键的就是那个选题嘛，因为其实我本来也是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但是Neo 的话他比较喜欢就是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这个我觉得嘉宾是无所谓的，就是呢，至少就是说，作为主持或者我作为主持，我们要有这个控场和把控的能力，不能就是说这个节目只是我们去作为一个聊天的一个就是纯娱乐的一个导向，初衷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在做一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出来，并不是说要让自己爽或者把什么东西都分享上去。是，就是每个人都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把自己的博学的呀，这个深度思考的呀，包括人生的感悟啊，去分享，就像一个微信的订阅号一样，公众号一样，你肯定要发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能感染到大家的东西，你不能说都发一些我感兴趣的，对吧？或者他感兴趣的，那这个我们平时闲聊也不用录音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做节目的话，还是要有一点章法和规矩。当然，就是说咱也不是完全是为了利益和播放量，就是我觉得5-5分吧，这东西都是天平的两端都是一样重的啊。就是既要兼顾每一个人的喜好、兴趣，但是也不能完全是不顾观众的想要什么，或者说比较专注的东西。我觉得可以优化，因为我们现在能量不够大，但是如果说你订阅量达到了3万以上之后，我觉得那你可能你的很多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
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